就在几天前，一则看似平常的新闻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一位业主的投诉做出了回应。这个回应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武汉楼市引发了连锁反应。业主反映，万和光谷项目存在大幅降价行为。2022年上半年开盘时，备案价高达 2.3 万元每平方米，打完折后也有 1.9 万元每平方米。然而现在，这个项目的售价竟然跌到了 1.2 万元每平方米。这个降价幅度之大，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更让人震惊的是政府的回应。他们表示，企业根据市场状况调整商品房住房价格属于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范畴，并不违背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这句话无异于宣告了武汉楼市限跌令的终结。从限跌到自由落体，武汉楼市的无奈妥协。回顾过去，武汉曾经是多么坚决地维护房价呀！去年10月，位于汉阳区的新港临江汇项目因为降价销售，遭到老业主们的强烈抗议，开发商不得不关闭售楼处1周，并且发布致歉声明，承诺退还购房款。仅仅1个月后，光谷片区的伟星光谷星月广场也因为降价过多被老业主们围堵，最终被迫喊停销售。然而，短短几个月后，武汉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这不禁让人想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压力能让一个省会城市如此低头？答案其实很简单，现实。看看全国的情况吧。今年5月，70个大中城市的二手房价格无一例外的下跌，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到了6月，新房市场也难逃厄运，70个城市中有65个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下跌，68个城市同比下跌。而武汉更是优秀，二手房同比跌幅第1，环比跌幅第2。这座曾经的9省通衢，如今成了9省通跌的代表。房价下跌不仅仅是开发商和购房者的噩梦，对于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来说，更是一场灾难。2023年，全国的卖地收入仅有57996亿元，相较于巅峰时期，跌幅高达 33.38%。今年的形势更是雪上加霜。财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前5个月，全国卖地收入 1.28 万亿元，同比下降 14%。在这场风暴中，房地产开发商们更是首当其冲。他们就像是在钢丝上跳舞的杂技演员，一个不小心就会跌入万丈深渊。以往，房企们总是能赚你1万，就绝不赚你9900。但现在，他们不得不大幅降价，这完全是一种无奈之举。现金流枯竭，债务压顶，如果不快速回笼资金，等待他们的可能就是破产的命运。作为一个 GDP 和人口都位居全国前10的城市，武汉的楼市表现却如此不堪一击，这背后究竟有什么原因？难以消化的海量库存是武汉楼市面临的巨大压力。官方数据显示，2022年10月，武汉已批准预售但尚未网签的商品住房高达181626套，面积达2109.6万平方米。即使到2023年6月末，这一数字依然高达159914套，面积1831万平方米。更可怕的是，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根据克尔瑞的数据，6月末武汉的商品住宅库存量达到1638万平方米，位居全国第2，仅次于成都。按照目前的销售速度，需要26.1个月才能消化完这些库存。而人口增长乏力也是一大问题。2022年，武汉常住人口增量为 9.01 万人，位居全国第8。但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骤降至 3.65 万人，排名跌出全国前20。这意味着每年不到4万人需要在武汉购房，而每年的新增住房供应量
却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供需失衡导致房价难以支撑。最后是收入水平的尴尬。武汉虽然号称千湖之城，但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这里更像是千愁之城。每年100多万的大学生涌入武汉，但等待他们的往往是底薪4000、大小周这样的工作。这种低收入现状与高房价之间的巨大矛盾，正是武汉乃至全国楼市困境的缩影。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这场席卷全国的楼市寒冬，让我们深入看看具体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像一把利剑，无情地刺穿了人们对房地产市场的最后一丝幻想。2024年1至6月，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仅为47916万平方米，同比暴跌 19.0%。其中，住宅销售面积的下降幅度更是高达 21.9%。销售额方面，新建商品房销售额47133亿元，同比下降 25.0%， 住宅销售额更是下降了 26.9%。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不仅反映了房地产市场的整体颓势，更折射出了像武汉这样的城市中，年轻人买房难、房企销售难的双重困境。更可怕的是，这种下跌趋势似乎还在加速。按照目前的形势，2024年全年的房地产销量很可能会跌至双9，也就是说，销售面积可能跌至9亿平方米，销售额跌至9万亿。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行业可能会倒退到10年前的水平。在这场全国性的楼市寒冬中，武汉的表现尤其引人注目。作为中部地区的龙头城市，武汉的楼市困境似乎更加严重。武汉面临着无法忽视的库存压力。根据克尔瑞的最新数据，6月末武汉的商品住宅库存量高达1638万平方米，仅次于成都，位居全国第2。更令人担忧的是，按照目前的销售速度，武汉需要26.1个月才能消化完这些库存。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武汉的市长，面对这样一座空城，你会有多么头疼？这就像是一个仓库管理员，眼看着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出去的商品，却还要不断支付高昂的仓储费用。二手房市场的萎靡更是雪上加霜。据格找房网数据显示，截至8月7日，武汉各区二手房挂牌量高达265501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65个武汉人中就有1个人在卖房子。这种疯狂的卖房潮无疑会进一步打压房价。雪中送炭本应是人口增长，但武汉却失去了这个红利。2023年，武汉常住人口仅增加了 3.65 万人，增量排名跌至全国第22位。这个数字对于一个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武汉的困境其实是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困境的缩影。从开发商到购房者，从银行到地方政府，似乎每个参与者都深陷其中，难以自拔。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各方似乎都在等待一个明确的信号，但是这个信号迟迟未到。决策者们仿佛陷入了沉思，对这场席卷全国的房地产危机保持着令人不安的沉默。这种沉默不仅没有平息市场的担忧，反而加剧了人们的焦虑。普通民众们眼看着自己的财富在房价下跌中不断缩水，却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他们期待着一个明确的方向，一个能够重振市场信心的政策，但这样的期待似乎总是落空。与此同时，地方官员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些人选择了消极应对，采取躺平摆烂的态度，将问题留给市场自行消化。另一些则通过夸张的表态和表演式的忠诚，试图掩盖问题的严重性。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整个社会仿佛被推到了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从房地产开发商到普通购房者，
从地方政府到金融机构，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苦苦挣扎，试图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寻找出路。然而，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应对，都难以改变当前的困境。在这个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的时刻，整个社会都在等待着那个能够重新定义游戏规则的关键决策。但是，这个决策何时到来，又会以何种形式出现，仍然是一个未知数。